人不快乐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出自己并不具备的品质，热心的帮同事带饭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友善；过节给亲戚买足礼物，让自己看起来更懂人情世故。我逐渐骗过了所有人，也骗过了自己。我忘记了，其实工资并没有涨，其实能力也没有变强，也忘记了自己也该好好吃饭，自己也能送自己礼物。于是我开始享受真实的自己，尽管那远没有我粉饰的那样完美，但却变得格外的轻松。与其维持外在的虚假，不如享受自己的真实。尽管现在还离完美很远，但却离快乐很近。追逐你身影，倒带的回忆是我真的好想你，我的眼睛没看清，还是没睡醒。怎么大家都这样？只要朋友圈看起来开心就好了，只要婚礼看上去相爱就好了，只要财报听上去漂亮就好了，好像只要表面上过得精彩，人生就真的精彩了。可是为什么我会在房间里哭？为什么他们会一直吵架，直到互相冷落？为什么现在的工作明明也挺赚钱，却怎么也喜欢不起来？我们越来越在乎表面的光鲜，而不去思考内心的充盈，因为那样其实很累。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自己的情绪，需要付出足够多的信任来与他相爱，需要承受努力很久才可能有成果的时光。可当你开始注重内在时，你会发现，路上停下来的全是那些表面光鲜的人，光是维持住表面的光鲜就已经用尽了全力，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前进，因为他们从没有真正解决过问题。也许表面的光鲜可以让你走得很快，但是内心的充盈却可以走得更远。那是一个风雨不交加的晚上，我们吵架了。我不装成别人，你知道猪的下场吗？你就对自己这么没有自信吗？猪怎么了？自己都不认可自己，天天努力有什么用啊？你又不是猪，说得到轻松啊？满意了吧？那天大圣走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，直到……你好，这个多少钱一？我看到这个熟悉的印记了。大圣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我把他带回了家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有些人生来就在悬崖边，不伪装成站得稳的样子，就会被人推下去。唉，荒诞的生活还要继续。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。上半年因为疫情宅在家里，我学会了做吐司。好巧不巧，下半年就可以去摆摊大展身手。最巧的居然是……不是吧，阿 Sir， 你也卖的吐司的吗？俗话说同行是冤家，但忍一时风平浪静。因为原本拿来卖的吐司全都被我吃光了，还去隔壁赊了2个。仔细想想，自己好像一直在干这种没意义的事情。没意义的出一些没人听的歌，没意义的练习用不上的拳击，没意义的进行无用的社交。要问什么最有意义？那当然是钱喽。钱能买到很多想要的东西，能干很多想干的事情。但当我入土后，钱好像也是没有意义的。于是我就去寻找别人觉得有意义的事。一个小孩说给小树苗浇水是有意义的，一个高中生说考上理想的学校是有意义的，一个中年人说照顾好父母是有意义的。每个人对每件事赋予的意义都不一样。转念一想，虽然我摆摊亏了20块，但也给隔壁带来了营收，反向增长 GDP。我真是太伟大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
人类之所以伟大，可以在众多生物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世界的佼佼者，正是因为我们会把本质上毫无意义的事情，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呀。爸爸指责我说：“年轻人应该要有闯劲，看看你堂哥在外面混得多好啊！”就是那个欠了我500块不还，却天天在朋友圈秀精致生活的堂哥吗？大家好像都比较在乎看起来怎么样，妈妈只在乎我的工作是否看起来比较体面，老板只在乎汇报的 PPT 是不是好看。认真工作不如去酒吧交几个朋友，再借一点钱。但那几个钱真的比朋友重要吗？为了维持看起来不错的样子，花光精力去维持一份不赚钱的工作，这样真的值得吗？精神力会比年纪流失得更快，灵魂会比肉体老得更厉害。明明才25岁的我，身体里却好像困了一个80岁的灵魂。所有的食物吃起来都索然无味，所有的人和事都变得无所谓，生活中的一切都让我感觉好累。嘴角扬起的笑容渐渐藏不住眼里的恐惧。我害怕我的灵魂会在我25岁的年纪死去，所以我辞掉了那份看起来不错的工作，开始给我的灵魂抗老，实实在在地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用没有功利的心去对待朋友和亲人，他们快速填充着我干瘪的灵魂。也许我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没有那么精彩，但我知道等光鲜的年纪褪去，我会凭借真正的实力活得更加美丽。小时候想去任何地方，哪怕是纸飞机都可以载我飞向月球。长大后不知道想去什么地方，开着真正的车也只是在赶晚高峰。我的工作朝9晚5，我的生活2点一线。我的被子里不再装着开心的梦，只装得下明天的闹钟。习惯了平庸的我，只顾着劝自己接受这世界的束缚，却忘了不断成长的自己早就有了挣脱束缚的实力。一直嚷嚷着任何困难都能把我打倒的我们，最后还是打倒了所有的困难，在不知不觉中长成了茁壮的巨人，在看似平庸的日常生活里闪闪发光。或许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，整个世界到处都是想去的方向，但是确定了方向勇往直前的你，也拥有了肆意生长足以支撑自己世界的绝对力量。远方的灯塔不变，一闪一闪夹着烟，摇曳的帆船已经漂泊很久没地点，古老的航线后人是否还能去发现？